彻夜之歌原作是咋完结的呢？这个说来就话长了。首先，该作其实是由秦山老师在完结了我之前说的粗点型战争之后，于2019年在小学馆旗下的周刊《少年 Sunday》上连载的新作品。但该作已于2024年1月正式完结，全篇共出了200话的正片内容，发行了20卷单行本。我们2022年7月看到的13集 TV 动画版实际翻拍了漫画的前46话的内容，对应关系如视频所示，正好讲到了漫画的第5卷。但因为这是一部商业连载的漫画作品，为了长期连载，故事被有意设计了许多悬疑推理的桥段来推进故事的发展。其实故事的核心并没有那么复杂，为了方便大家理解，老样子我按照我的理解总结一个故事的大纲，说一下这部作品动画故事完结之后还讲了哪些故事内容，总结不易，还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一下。故事一开始设定中说明了这个世界上的吸血鬼拥有强大的不老不死，甚至还有穿墙飞跃的能力。但是想要变成吸血鬼有2个先决条件，一是被另一个吸血鬼吸血，二爱上吸自己血的吸血鬼。满足这2个条件以后，便会成为强大的吸血鬼。而很久很久以前，一个来自欧洲的吸血鬼新建局和另一个来自亚洲的吸血鬼七草村都觉得当吸血鬼有些活腻了，他们渴望变回人类，像人类一样生老病死，因为这样才能让他们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完整的。于是他们做了一堆实验，得出了一个结论，只要吸血鬼爱上人并吸了所爱之人的血，就会变回人。于是新建局开始了漫长的到处咬人之旅，只为寻找自己的真爱。但结果是他造了一大堆自己的眷属吸血鬼，而七草村则是到处去救濒死的人，把他们变成了吸血鬼，让他们活了下来。同时七草村真的找到了一个自己最爱的人类男人，但是七草村怕自己变成人类以后，因为自己成为吸血鬼而活的年岁太多，身体变回人以后因没法承受而死。为此七草村强忍着没有吸自己所爱之人的血，跟人类男人生了一个孩子，但最终七草村还是死了。七草村临死之前将自己的孩子托付给了自己的眷属之一小吴妹子抚养，而七草村就是本作的女主七草奇他妈，也就是说奇不是人类变的，天生就是吸血鬼。而在小五妹抚养奇之后的第30年，奇已经学会了不少人类社会生活习惯，但是奇一直没有主动袭击过人类，而是和小五妹从医院里搞来的血包维持生存。此时奇闲来无事，在御姐吸血鬼老师的协助之下，给奇安排到了一个会开授夜间课堂的高中里上起了学。在这里奇遇到了文学社的学姐木代幸子，因为幸子推荐小奇看了一本推理小说还很不错，让小奇从此迷恋上了文学，导致奇选择加入了文学部，还成为了幸子的好闺蜜。但是幸子的家庭其实很不幸，幸子的爸爸出轨了，而幸子的妈妈每天魂不守舍，所以幸子把自己的苦难都告诉了小奇。这时候小奇透露了自己是吸血鬼，并且小奇说只要被他咬了，有了吸血鬼的力量就可以独立生存了。结果幸子被奇咬了以后并没有变成吸血鬼，但小奇和幸子都相信幸子未来一定会成为小奇的眷属，于是幸子带着不怕跟家里人闹翻的心情重新回到了家。结果回家之后，幸子就见到了自己的亲爸爸，对自己说我不出轨了，我要好好爱这个家。搞得幸子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尴尬，但好不容易爸爸能回心转意，幸子觉得这个家又要好起来了，于是幸子高兴的帮爸爸点了一支烟，然后幸子的妈妈被幸子的爸爸给杀了。原来幸子的爸爸出轨对象就是新建局，并且此时幸子的爸爸已经被变成了吸血鬼，而吸血鬼有一个弱点，一旦吸血鬼碰触到自己还是人类时期自己独属的物品时，会突然失控，能力暴走，但同时这也会削弱吸血鬼的力量。所以幸子在看到妈妈被杀以后，控制住了自己的父亲，最终幸子的父亲因为力量暴走而化成了灰，啥都没留下了。等小奇找到幸子的时候，正好看到了幸子家破人亡的惨状，幸子觉得都是该死的吸血鬼害得他们家全完了，所以从此幸子跟小奇一刀两断。没过多久，幸子搬家也离开了这里。10年后，幸子重新回到了这个小镇，要向所有的吸血鬼报仇，而幸子就是动画里的那个侦探小姐。此时的时间线正好来到了动画剧情的之后，男主等人知道了吸血鬼会死且会袭击人类的事情以后，稍微动摇了一下想要成为吸血鬼的心思，但最终男主还是想要让小奇把自己变成吸
吸血鬼，而男主的基友则是在帮家里面人送花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美少女吸血鬼姐姐，相处之下，基友爱上了这个姐姐，并决心也要变成吸血鬼。对，没错，这个吸血鬼姐姐就是新建局。而另一边，侦探杏子扬言要灭了这座城市里的所有吸血鬼，并且3番5次的来袭击主角他们。男主和小琪一边通过其他吸血鬼伙伴得知过去的事情，一边忙着防着侦探的偷袭。最终在万圣节的当天，在杏子父母忌日的这一天，杏子带着枪四处找吸血鬼挑事，并且杏子最后设计让小琪跟自己单挑，说如果小琪不杀了自己，杏子就要把男主引到这里，当着小琪的面杀了男主。最终在小琪差点要痛下杀手之时，男主提前找到了这里，并说出了真相。原来杏子是一心求死，他想要靠自己的死来警醒人类，夜晚有吸血鬼的袭击，好让大家晚上不出门，吸血鬼没血可吸了，就可以活活的饿死吸血鬼们。这个理由讲的我一脸懵啊。不过最后计划败露，杏子放弃了再去挑事儿，说是自己会回家再想想以后怎么办。实际上他是跑回到了文学社的教室，打算开枪自杀。幸亏男主推理出了杏子的行动，跑来阻止了杏子。最终男主被枪打死了但没有死透。原来男主因为跟小琪的暧昧关系，反而成了一个半吸血鬼，既有恢复力，又能白天行动，但诱发这股力量需要鲜血与疼痛，所以男主控制了自己这个半吸血鬼的力量，也花了很久的时间。不过男主没有死，杏子最后也被男女主劝服不再自杀，但男女主还是想要帮侦探去问一问新建局为什么当年要把杏子的父亲变成吸血鬼。在找机会与基友接触，想要找新建局沟通的这个过程中，男主他们又结识了几个吸血鬼同伴。大家一开始都有误会，但是在男主物理劝服之下，大家发现容易引发人类关注，会祸害到整个吸血鬼群体生存问题的，其实是新建局到处乱咬人导致的。所以大家一致决定去找新建局谈谈再说。不过在这个过程中，男主觉醒力量时没控制住力的，把小琪家打成了这个样子，所以男主获得了神奇的外号家暴男。而另一边，基友已经不乐意去听男主说任何话了，而且男主还要帮着侦探来对付新建局，基友更是把男主当成了敌人。原来基友小的时候因为哥哥出了车祸而死，母亲因此每天在家里发疯，失去了对自己的爱。基友很小的时候就见过新建局，是新建局的鼓励之下才让基友重新振作起来，所以长大之后，基友见到新建局以后感觉似曾相识，很快就坠入了爱河。再加上基友其实一直嫉妒着男主，这里要说一下男主的身世。男主的母亲是一个20岁的时候在外面乱搞有的男主，后来男主的爸爸有了外遇，所以父母离婚了，只有母亲一个人抚养了男主。但是男主成绩特别好，男主之所以不去上学，是因为男主在学校被某个美女告了白，结果男主拒绝了这个美女以后，就被美女的闺蜜骚扰，男主觉得解释很麻烦，所以索性不去上学了。而基友一直都很羡慕男主这种根本不去迎合别人的性格，但如今男主却拥有了吸血鬼的力量，基友更生气了，所以最终基友跟新建局私奔去了北海道。恰巧男主的学校休学旅行也是要去北海道，于是男主带着主角团以休学旅行的名义，打算去北海道劝回基友。男主与基友的共同好友青梅还从中撮合，让男主主动示好，所以男主买了2把木刀，打算送基友一把。结果后来男主真找到了基友的行踪，但是男主认为与其讲道理，不如男人直接打一架比较好。男主带着双刀，口中念着来打架吧，吓得基友以为自己要被男主给杀了，满大街乱窜。后来才好不容易在朋友们的帮助之下解除了误会，让男主与基友有了面谈的机会。中间新建局出来也捣过乱，但大家却发现新建局的恢复能力在变弱。原来新建局也爱上了基友，新建局一心求死，想要得到真爱，而基友最终也没有被男主劝回。新建局吸了基友的血，变成了人类以后化成了灰，而基友变成吸血鬼以后被光照射以后也化成了灰，两人一起殉情死了。而经历了这一系列的事情之后，小琪发现自己也爱上了男主。男主虽然是半吸血鬼，但终究还是一个人类，如果小琪喝了男主的血，小琪会当场没命，所以小琪开始故意疏远男主，但男主不依不饶地缠着小琪。最终小琪把爱上了男主的事情给说了出来，男主最终表示为了让小琪活命，需要小琪慢慢的忘掉对自己的爱，所以男主支持小琪远走他乡。两人最后坐在了归途的电车上，小琪中途穿越了车厢，消失在人海。临走前，小琪大喊了一句他爱着男主以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后来1年以后，男主上了高中，并成了侦探的助手，帮着侦探处理各种案子，同时也保护着吸血鬼们的生存环境。而小琪开始环游世界，最后来到了北欧。正当外面下着大雪，小琪想着男主的时候，男主竟然找到了这里，见到了小琪。原来男主特地趁着寒假而来这里跟小琪见这一面。男主带了从别处搞来的雪包，怕小琪没雪吃而饿死。男主希望他能和小琪一直像这样以欢喜冤家的朋友关系相处到死。最后两人躺在雪地中相视一笑。全篇故事到这里正式的落下了尾声。好了，以上就是大致的《彻夜之歌》的主线剧情的完结内容。其实3月18号刚出的第20卷的番外篇中还诉说了男主当初其实不是被闺蜜霸凌，而是闺蜜也喜欢男主的事情，以及男主上了高中以后还会经常去北海道在基友死去的地方送上鲜花。其实我感觉这个作者画这个漫画是想表达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的高级思想，立意其实还挺深的，就是节奏有点没控制住。不知道各位是怎么看的呢？赶紧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吧。你还想看哪部作品的原作是咋完结的？本期视频点赞过2万，我就3天之内做出下期视频，望各位多多点赞，多多支持。